玄都大法师禁不住一阵皱眉，嘀咕道：老师，您能不能直接给弟子传个声，这样直接让弟子有所感悟，会让弟子感觉自身之道毫无意义。言罢，玄都的心底再次泛起了一小缕感悟，下次一定。玄都脸都黑了，低头颓然一叹，玄都大法师一步迈出，身形消失在了兜率宫中。九重天阙云缥缈，进出天门无人知。这位人教首徒几步迈出，已过万水千山，一个回眸，五洲匆匆而过。不过片刻，玄都直接出现在了渡仙门的上空，站在了那丝薄润滑的大阵之上，却无一人能见他的身形。先是一扫，玄都顿时微微一笑，别的先不说，渡仙门这道侣之风搞得很不错嘛，门内这么多成双成对的，若是能够加大力度，多多养生，不对，多多生养，那这个人教何愁不兴啊。玄都手指对着破天峰上一点，身影又悄然消失了，没有惊动半个人影。破天峰百凡殿，正趴在那儿的李长寿感觉到自己身周的道运缓缓消失，心底先是松了一口气，又是有些怅然若失。圣人并没有任何提示，莫非是在告诉我，南海神教大胆去搞，你背后也有圣人？不，肯定不是。李长寿迅速打消了这般有些狂妄的想法。渡仙门本来就是圣人的记名弟子所创，自家掌门在圣人老爷那边恐怕都没有这种待遇，尤其是鸡腿，本就是出了名的清静无为，不管闲事。要不我再跪一会儿？再跪一会儿吧。心底正如此想着，一缕传声入他耳中，嗓音颇为清朗：来渡仙门西南3000里一见。李长寿眉头一皱，先是在各处扫过，又立刻收敛起来，毫无所得。他起身看了一眼圣人画像，并未有半分道运波动，心底虽然有疑惑，却决定在这儿继续再拜一阵。传声之人若是人教高手，为何不便在渡仙门内现身？这本身就有些问题。片刻之后，那缕传声再次传来：刚才传声可是没听到，我乃人教大法师，你在老师画像前祭拜，必是有什么难事，我便过来看看。李长寿心底一惊，但随之又有些狐疑，有这种好事儿？我只是在圣人画像前烧了3炷香，半句话都没说，就惊动了圣人，让圣人唯一弟子现身来见。虽然有可能是真的，但怎么看还不如我玄都打灵石这种更可信呢。李长寿喃喃道：前辈如何自证身份？玄都大法师也是一愣，修道至今头一回遇到这般情形。我如何证明我是我？这小弟子还真有意思。玄都沉吟2声，又对李长寿传声，这一次直接道了几句无为经的内容。话音一转，玄都又对李长寿讲述了2句与无为经一脉相承，却比无为经更高深的经文。见李长寿依然是目露一色，玄都大法师也有些哭笑不得，隔空对着李长寿显露了一缕自身的道运。这位大法师无奈之下，还传声道了4个字：龙族入天。听闻此言，李长寿的心底立刻明白了一点什么，找到了逻辑支点。其实李长寿是根据这一缕道运确定了对方是一个修为颇为恐怖的存在，若想对自己出手，渡仙门恐怕会被直接从东胜神州抹掉。在这种人物面前，自己现如今并没有什么操作空间。总算李长寿在圣人画像前起身了，他面色如常，却
去找相熟的长老求来了出山门的玉牌，转身朝殿外而去。出了百凡殿，李长寿又嘀咕了一句：前辈，我要不要喊上我家掌门？不用，你来就是。我若是歹人要害你，何必对你说这般多？啊，前辈勿怪。李长寿喃喃道：弟子一时未能反应过来，这就赶去拜见。言罢，他驾云朝着山门而去，用玉牌顺利出了山门，曲道西南，慢悠悠地飞出数百里。玄都大法师也并未继续催促。李长寿看脸色赶时，才落在一片林中，施展土遁，迅速穿梭过2000里。要不要用纸人先试探一番？李长寿左右思量，很快就打消了这个想法。这种高手，无论是不是玄都大法师，自己都不能玩虚的，用真诚换机缘。用仙石反复的搜查，却查不到半点人影。但是当李长寿从土中跳出来，驾云赶向3000里处，心有所感，偶然低头看去，见到了一处河谷中那位身着玄色道袍的青年道者。此人正挽着袖子坐在溪水旁，面前生了一堆火，烤着几条鱼，悠然自得。这一瞬，李长寿的心底安定了大半。驾云缓缓落下，离着10丈远，深深地做了一个道揖：渡仙门弟子李长寿，拜见前辈。玄都大法师摇头一叹，端着烤鱼道了句：我修行也算有年头，当真未曾见过你这般啰嗦的小弟子。玄都大法师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扭头盯着李长寿看了一眼，哑然失笑：掩藏修为之法倒是颇为高明，我此前未细看，也是看走了眼。你这修为怎么还只是个年轻弟子？渡仙门为何没有给你一个长老之位？李长寿沉吟几声，低头道：弟子渡劫不过数十载，渡劫时幸得机缘飞升，得了这般修为造化。但弟子渡劫前在门内只是一个普通弟子，若突然展露这般修为，恐怕会被同门看作异类，故弟子用了这般遮掩之法。并非是有意隐瞒，也对自家道成绝无半分恶意。玄都缓缓点头：这些不过是小事，过来坐吧。你越是拘礼，我越是不喜。咱们人教本就没这么多规矩，倒是此时我有些明白，为何老师会让我来找你谈谈。飞升者有之，但你这般飞升的，自古也是少见，是个人才。李长寿抬头笑了笑，这才仔细打量眼前这位青年道者，第一感觉便是普通，仔细的体会却又觉得眼前这道者宛若高山大岳，又不给人半分的压迫感，更是完全无法看透半分。大法师只是随意地坐在此地，手中端着树枝，其上还有半生不熟的烤鱼，却仿佛与自然相融，与天地呼应，无半分不和谐之感。到此时，李长寿才确定下来，这位确实是人教排第2的大佬，玄都大法师。愣着作甚？第一次见到前辈您这般高手，觉得如同做梦一般。李长寿缓缓呼了一口气，向前迈出2步，坐在玄都面前，主动伸手：弟子来考吧。你倒是挺上道。长者有所求，弟子服其劳，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听闻这般回答，玄都顿时笑眯了眼，将木柴递了过去，随后又伸了个懒腰。玄都像是想到了什么，随口道：对了，我此前还弄坏过你的姻缘泥人，与你结下了少许缘法。上次让杜恶道兄转给你的灵丹，可服用了？效果如何？弟子并未服用。李长寿笑道：弟子身体并无异样，那灵丹我想留给走了地仙之道的家师。大法师，
弟子冒昧地问一句，卓仙真的只能修行到真仙吗？卓仙本就只是地仙之道，只能修成真仙。玄都缓缓点头。你还是节哀顺变吧。真是聊天鬼才啊。说说吧，有什么难事？玄都大法师看着李长寿，既然老师让我下来找你，我自会助你摆脱困境。还有，你与龙族又有什么关联？李长寿的嘴角露出些许苦笑。大法师可知南海神教？玄都掐指推算了一下，言道：最近听说过，天庭都在传，玉帝小师叔对这个神教大加赞赏，要将这个神教的野神收编为正神。李长寿叹道：弟子就是南海神教的教主。哦，玄都眼前一亮。你若是这么说，我可就来精神了。你还不够200岁，怎么成了南海神教教主？当年我也让人暗中搞过神教，没几百年就黄。快说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也行，被巫人的寨子强行给立成了海神。那些巫人还仗着自己血脉之力，一个个体壮如牛，成了神识敛财。结果到头来，龙族又掺和了一脚。妙，世间之事当真是妙啊。河谷中，溪水旁，玄都端着烤玉一阵大笑。李长寿在旁努力保持微笑，并拿出了2条此前本打算送给门内长老的梨尾，继续烤上。抱大腿的第一要素就是真诚，然后真诚地投其所好。玄都笑了一阵，又问：后面如何？继续讲来，我也不白听你这般故事。稍后你可选一门神通，但凡我会，你可学，自会传授于你。李长寿闻言倒是没太高兴，轻轻一叹，言说了自己对南海神教的处理方式，顺便回答了玄都大法师自己为何会跟龙族有所牵连。当玄都听到李长寿苦于背后无高手撑腰，就故弄玄虚，故意说话说半截，让龙族自己去发挥想象，这个大法师又是禁不住一阵大笑，还对李长寿的这般智计颇为赞赏，夸了一句：你当真够机灵，难怪老师会出手为你遮掩天机。李长寿听闻此言，顿时有些动容。圣人老爷真的眼熟我了？随之李长寿立刻就搞清楚了此前因果。龙族入天庭应该是壮大天庭声威，提升天庭威严的关键一步。自家圣人老爷摆明了是要扶持天庭，善师都化作了太上老君，替玉帝站台。当太清圣人发现龙族入天之事可以通过南海神教促成一大步，便出手为他遮掩了天机，防止被龙族和西方教探查到底细。这倒也说得过去。李长寿的心底念头转动，觉得圣人出手为自己遮掩天机，最有可能的时间点应该是自己跟玉帝碰上了头。不过这也不好得出结论，更不敢多揣测圣人的心意，自己那些香总归是没算白烧。长寿，玄都笑道：如今老师给了个任务，便是让咱们将龙族引入天庭麾下，你有什么想法？李长寿正色道：弟子一切听从大法师安排。刚才我可是听你说，长者有所需，弟子服其劳。玄都面笑着：此事你既已入手，那就继续做下去吧。只是龙族素来狂傲，对天庭自然瞧不上眼。当年妖皇立妖庭，妖族鼎盛时，
也只能让龙族做个客卿。如今龙族虽缺功德机缘，气势渐衰，但若无一些劫难，恐怕难以打掉他们的傲气呀。言下之意似乎是想让李长寿动一动心思，打磨龙族。可是你让李长寿怎么办呢？李长寿心想，我一个渡仙门的小弟子，肩膀是不是太单薄了一点啊？大法师使唤起小辈当真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呀。大法师。李长寿面露难色，弟子原本借龙族之事护持南海海神教，本就心中不安，如今让弟子再去有意的算计龙族。你且稍后，容我推算一番。玄都掐指推算，难得收敛笑意，露出了几分正经的神色。这事不是那么简单。如今西方教2位圣人正想将龙族纳入自己麾下，已开始动手，似乎是暗中给龙族施压，逼龙族就范。这么多年了，竟还是这一手啊！李长寿低声道：“大法师，咱们这般讨论此事，是否不妥？”放心，玄都道：“在我深州10丈，随你畅所欲言。”李长寿的心底一阵赞叹，而玄都已经坐在那儿端着烤鱼，一边挑刺儿，一边将鱼肉送入口中，一边思索着这是如何安排。李长寿却已经开始想，稍后可求得什么神通，最好是遁法，或者是遮掩自身气机之法，又或者是如大法师这般仙识无法探查之法。